我们继续讲江西的问题。大家是不是会很奇怪，为什么鲍威尔和董王两个人就这么掐呢？就该降就降，哪个对自己有利就做哪个嘛，对不对？我告诉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啊，大家简单的认为美国国债就像一个商品，美联储就像是那个源头供应商，这么理解啊？美联储就是放货的，国债就是它的商品，利率就是商品的成本价。商业银行要想卖它这个商品，要想卖债，包括给别人贷款或者是给别人利息，都是要以美联储给国债定的基本的本钱成本价来做浮动的。所以这个是以美联储放出来国债这个商品的成本价，商业银行带它上下做浮动的。做了这个浮动呢，就决定了市场上美元的多和少。你简单的理解就是国债其实就决定了，不管是利率还是国债，它都决定了美元的多和少。那美元多少大家能理解了，美元多了全球的流动性就好，刚才也说了，流动性好，所有的市场都能赚钱。那只不过就是说长钱还是短钱，你有收益率你就赚长钱，你没有收益率的话就会出现水流，你就赚短钱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我们的流动性，一方面它如果买债，是不是流动性就多呀，钱就多啦，美元就流到市场上了。还有它降息，钱也多，对不对？也会流到市场上去。这两者呢是要并排用的，就是说美联储你如果一边买债一边加息，就相当于一边放水一边又接水，它不就反了吗？就拧了，它作用不就抵消了吗？对不对？比如说美联储买债美元多了，它同时又加息又收回来了，这等于没干，它这个动作必须得一致。我到底目的是让美元多还是让美元少，这个动作必须得一致。美元多，那我希望它多，我就买国债让钱流出去，同时我降息让钱流动出去，这样产生的效果就是美元潮汐，我自己让钱流出去冲到别人的市场上去，把之前因为加息的时候降下的价格的优质资产给买回来。那如果美元现在随着大家都发现流动性变多了，对吧，在市场上这个价格也多了，那么美元指数就会下降。同时反过来讲，如果我在加息，我就希望美元回流到我这里，市场上的美元少一点，那这个时候我要怎么样？我的国债这部分也要把美元收回来，我就放国债。所以现在来说，美联储卡在了美元现在实际上是多的，它本应该加息的，现在就是超发了。我之前也说了，就因为它不遵守严格的财政纪律，每次有问题就通过降低利率来发债来解决问题，现在发多了又没有抄底其他国家的资产，本来这一波是可以抄底非洲、我们、欧洲、俄罗斯甚至乌克兰以及拉美国家的，结果一个也没抄着。所以现在是对，很好，他现在本来是应该把钱收回来，让钱少一点，但是他加不起息了，他再加息，他国内的制造业受不了。刚才也提了，降息是对制造业有帮助的，它的融资成本会变低。商业银行嘛，贷款给这个制造企业，那它的成本都这么高，成本价就这么高，商业银行一个二道贩子，它这不是更高吗？所以这个利率呢太高了，对美国的实体产业是冲击，同时对美国的财政是巨大的负担，一年还1万亿的利息，要了命了。那现在如果降息，现在市面上的美元已经太多了，多到什么程度？多到美股现在其实是相对于资产，相对于美元在升值。大家看着美股的指数在涨，实际上是说这些不管值不值钱的，只要是资产相对于美元都在升值，是美元太多了导致的，不是说它真的值那么多钱。换言之，如果我们的金融泡沫也危及到了实体产业，也是那个德行。如果我们不遵守严格的财政纪律，像大某某公司说的那样，大放水、大刺激，为了民生，我们就也得那样，懂吗？所以呢，同志们先把这个理解一下，美联储现在可卡在了这个问题上，我又需要降息，可是我又需要回收美元，我一旦降息，美元又太多了，我的通货膨胀会炸。不仅通货膨胀会炸，其实这个雷会爆掉。为什么说雷会爆掉呢？你想啊，利率一降，钱开始往外跑，大家其实现在都知道美股它根本就不值钱，只是总觉得自己可以吃最后那一口。钱开始往外跑的时候，大家肯定怕跑后面美股直接倒下来把自己砸里面，自己成韭菜，所以会疯狂的抢着第一波往外跑，疯狂的抢着第一波往外跑，很容易就会造成美股的崩溃。这是美联储不想负的责任，所以他就找各种理由不降息，因为雷越垒越大，最后爆在财政上总比爆在美联储里好。其实他俩现在就在互相扔手榴弹，现在这个引信马上就炸了，所以川普才说 Mr. Too Late， 你如果早一点，这个雷还没那么大，美元没超发的那么严重的时候，你就降息，那美股也不会从这么高的地方垮下来，对不对？英伟达的市值从1万亿到8000亿算啥呀？现在从4万亿到8000亿，你想一想谁受得了？那现在那些持有了处在4万亿高位的英伟达的资产的那帮富豪们，他也受不了。所以呢，这就是说这两个人这个手榴弹马上就要炸了。而最危险的是，他这个手榴弹现在38万亿的国债炸了之后，对全球的金融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。我们现在就在布局应对这个冲击，我们期待有流动性到来，但
我在前面讲了，因为我们现在要盘活国有三资，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垄断这部分的3个管道的流动，让真正的资产流动起来；第二，也是为了应对流动性不能完全依靠美联储的这个风险，因为它流动性释放的那一刻，随之而来的还有经济崩溃的冲击。它的这种炸不是大家想的意义上的说美股啪崩溃了，大家哭天喊地的，这个炸是持有了美元资产的人迅速的手里的资产的贬值，而这种贬值会伴随着恐慌性的抛售被加剧，会引起的是全球市场的萎缩，是这样的，不是说你远看着说离我那么远，不是的，它会一定波及到你的，因为全球本身还是流动的。对，我们现在防止的就是接着一波盘，它一定会对我们有冲击，但是我们现在就在布局预防这个事情的冲击。预防这个事情的冲击就讲细了又有问题了，我简单跟大家说吧，预防这个事儿的冲击的很好的办法，一方面是科技突围，另一方面就是挖我们自己的蓄水池，就是现在实际上已经没有可以容纳被释放的流动性的载体了，没有市场了。日本资金不去，欧洲资金也不去，印度更不去，其实现在全球可选的资产只有我们，能理解吗？对，这就是我在有期节目里面说的，我说未来真正支撑我们这一轮牛的一个阶段，其实是外部流入的流动性，而且它不是线性的一点点增大，它会突然增大。